小伙被關進了水下牢房，想要逃出去只有完成门衛的挑戰，挑戰失敗就会一直待在裡面。牢房的外面有4把鐵鎖，每完成一個挑戰就能拿到1把鑰匙。熊二打算爬出去，但是這麼高的鐵籠完全是在消耗體力。大美提出第一個挑戰，只要親一下鹹魚就算完成。這只鹹魚又腥又鹹，熊二很抗拒，為了早點出去他還是妥協了。一個字，惡心。熊二拿到了1把鑰匙，打開了1把鎖。熊二看到牢房裡竟然有一個馬桶，雖然不理解，但他堅決不會用。接着開始第2個挑戰，熊大把一些小球扔進了牢房裡，他要一次性全部撿起來，中間不能換氣。還好熊二的水性很好，他很快撿完了小球，足足有10幾個，贏到了第2把鑰匙，還剩下2把鎖。門衛不慌不忙在水裡吃起了零食，熊二表示他也想吃，熊大扔進去1塊，但是進了水的甜甜圈一點味道也沒有。熊二趕緊刷了個牙，接着開始第3個挑戰，讓他憋氣1分鐘就能贏到鑰匙。熊二二話不說就沉入了水底，對於從小就會游泳的他來說，簡直小菜一碟。很快過去了半分鐘，熊二依然很淡定。這時時間已到，熊二贏到了第3把鑰匙，只剩下1把鎖了。信心滿滿的熊二準備開始挑戰，2個門衛卻突然離開了。熊二很疑惑，還有1把鎖呢，他要怎麼逃出去？殊不知門衛已經偷偷把鑰匙放進了馬桶的水槽裡。熊二天真的以為他們還會再回來，一直等到了天黑，他實在太冷了，開始想辦法砸開鐵籠。他抱起馬桶，水槽蓋子掉了下來，撿起蓋子終於看到了鑰匙，他不敢相信鑰匙就在他身邊，害他等了這麼久。熊二打開鑰匙，終於獲得了自由。本視頻是在安全環境下拍攝，屏幕前的小夥伴可千萬不要模仿哦。4個人挑戰水下呼吸，誰堅持的時間最長就能贏得5萬獎金。規則很簡單，呼吸的裝備要由自己制作，只要你夠聰明，獎金就能帶回家。如花找到了一個收納盒，在它的2邊扎上綁帶，下面再綁上2只槓鈴，一個簡易的呼吸器就做好了。再看綠毛，他只用了一根軟管和一個充氣泵，利用充氣泵輸出空氣，再用軟管運送到水下。他為自己的新發明沾沾自喜。大腳那邊也做好了裝備，一個塑料管子連接一只大氣球。你確定這樣可行嗎？而鐵柱的就更加簡單了，一根不鏽鋼軟管，再加一個水桶，他的裝備也完成了。4個人的奇葩裝備，你覺得哪個會贏得比賽呢？先友情提示一下，以下是危險動作，請勿模仿哦。首先挑戰的是如花，他深吸一口氣就鑽進了容器裡，可以看出容器大部分都在水中，只有上面的1/5露在上面，但是水的密封性很好，如花只能靠一點氧氣勉強呼吸。很快时間過去了2分鐘，他容器裡的氧气基本沒有了，四周也都是水蒸气。如花表示呼吸很困难。到了第4分鐘，他很想出去呼吸下新鮮空氣，糾結了幾十秒，他浮出了水面。他的成績是4分37秒。如花表示很滿意，但是一旁的綠毛和大腳卻很有壓力。下一個輪到綠毛了，他拿着軟管下入水中，充氣泵在岸上為他傳送空氣。他深吸一口氣沉入水中，剛開始表現得很平靜。鐵柱以為他的軟管很好使，話音剛落，他就浮出了水面。綠毛說這個軟管一點用也沒有，只能讓你喝更多的水，所以他的成績是22秒，暫時排到第2名。接着輪到大腳了，他帶着氣球進入水中，開始了挑戰。他一只手捏着氣球，需要空氣時就用嘴巴吸一下塑料管。就在大家以為他的方法可行時，他也浮出了水面，表示這個東西一點用沒有，所以他的成績是30秒。傻大哥還很高興，最起碼他不是最後1名了。接着輪到鐵柱了，他一手拿着槓鈴，一手拿着小紅桶進入了水中。他會堅持多久呢？剛開始鐵柱在水中沒有什麼反應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他也開始呼吸困難。在3分鐘時他浮出了水面，顯然如花贏得了比賽。如果是你，會選擇做什麼裝備呢？在水上拔河比賽有多好玩？只要最後一個落水的就能贏得5萬獎金。為了更加好玩，特意請來了村裡的拔河冠軍。參加比賽的共有6個人，2為一組進行比賽，贏的人就可以進入下一輪。第一組比賽的是小王和如花，2個人站在水上，手裡拉着繩子的兩端。倒計時一結束，就開始了比賽。如花雖然是女生，但是底盤卻很穩。起初小王並沒有占到便宜，但是這種力量並不持久，如花變得很吃力。眼看繩子一點一點的被小王拉走，如花想要反擊，但是女人哪有男人力氣大，很快她就被拉下了水。這一輪小王贏了。接着輪到綠毛和大腳了。比賽剛開始，2個人默契的笑出了豬叫聲，也不知道在笑個啥。很快大腳就慌了，2只大腳太滑，有點站不穩，但是綠毛的戰術就很好，身體半蹲着，2只腳一動不動，把力氣都用在了手上，不一會就把大腳拉下了水。這一局綠毛贏了。接着輪到鐵柱和冠軍了。冠軍很自信，上場之前還不忘吹噓一下當年2個人參賽自己拿了冠軍的光榮事跡。聽到這些，鐵柱更加緊張了，但是為了獎金，他覺得可以一試。比賽剛開始
两個人拉着繩子不分上下，水上不比陸地，空間小而且還狡猾，所以他們拉來拉去，還是處於中間位置。但是鐵柱一直在防守，死死拉着繩子，然後趁他一個不注意，就把他拉進了水裡。鐵柱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贏了，但是冠軍卻覺得很丟臉，一直說是他大意了。剩下的3人將進入下一輪，還是老規矩，兩為一組進行比賽。首先出場的是綠毛和小王，主持人一聲令下，兩個人就開始了比賽。他們使勁拉着繩子，明顯綠毛的力氣大一點，只用了3秒就把小王拉下了水。綠毛贏了，他將和鐵柱一起進入決賽。兩個人蓄勢待發，等比賽開始以後，他們都用同樣的姿勢使勁拉着繩子，然後左一下右一下，都不肯前進一步。就在這時，綠毛腳滑了一下，抓住機會的鐵柱就把他拉進了水裡。恭喜鐵柱贏得了比賽，也拿到了獎金。冷水池和熱水池哪個更舒服？只要最後一個出來的，就能贏得5萬獎金。水池的溫度會隨着時間增加或者減少，中間還要完成高難度的挑戰，所以無論在哪個水池都會很好玩。大偉選擇了冷水池，小白選擇了熱水池。冷水池的溫度只有 5.1 度，而熱水池的溫度高達44度。他們一邊熱得難受，一邊凍得發抖。兩個人幾乎用盡了所有的詞彙來形容現在的心情，但是主持人卻告訴他們，受不了可以隨時出去。瞬間兩個人啞口無聲。小白覺得，如果想贏得比賽，他必須盡量不要動，這樣身體就不會產生熱量。而大偉那邊正好相反，他必須搖擺，讓身體動起來，才不會被凍僵。這時主持人拿來了他們最喜歡的食物，冷水池的是冰淇淋，熱水池的是一根辣椒，只要吃掉1口就可以。大偉吃完冰淇淋表示，唯一暖和的腦袋也被冰得嗡嗡的。輪到小白吃辣椒了，雖然很不情願，他還是咬了一大口，然後辣得嗓子直冒火。他趕緊往臉上灑了些熱水。兩個人都完成了挑戰，主持人獎勵冷水池1桶冰塊，獎勵熱水池1壺熱水。你確定這是獎勵嗎？等主持人走後，凍得發抖的大偉看着對面的小白，羨慕不已，多想自己也能變得熱起來。小白卻說有何不可。兩個人確認了眼神，很快交換了位置。大偉躺在熱水池裡，感覺到了天堂。小白在冷水池裡也不想出來。3秒以後，兩人又迅速交換了位置。趕來的主持人並沒有發現。接着開始第2個挑戰，兩個人比賽憋氣，時間最長的可以贏得這張充氣墊。主持人數到30，兩個人一起趴入水中。好巧不巧，小白正好趕上一個噴嚏，所以大偉贏得了這張充氣墊。開心的大偉一屁股就坐了上去，但卻做了個寂寞。生氣的大偉又還給了主持人。接着開始第3個挑戰，主持人拿來了一張芥末膏藥，貼在了小白的胳膊上，潑上水後它就會發熱。而大偉的是10盒冰塊，加上這些冰塊，冷水池的溫度又下降了很多。很快大偉被凍得說都不會話了。再看小白那邊更加難受，芥末膏開始起作用，小白表示胳膊又辣又熱，他齜牙咧嘴的很難受。儘管又堅持了3秒，還是不甘心的做出了選擇。小白放棄了比賽。恭喜大偉贏得了獎金。如果是你，會選擇冷水池還是熱水池呢？下一個挑戰，極限捉迷藏。水下小房子裡有3個人，只要最後一個離開，就能贏得10萬美刀。這個水房子不是一般的小，水位也達到了脖子處，幸好裡面有一個氧氣管。3個人並沒有感覺到難受，但是這麼小的空間，還是在水下，你們覺得誰會贏得比賽呢？挑戰剛開始30分鐘，如花就餓了，竟然從水下拿出一袋巧克力，開心的吃了起來。綠毛也不甘示弱，不知從哪拿出2片吐司，而且還有果醬，他大口大口的吃着，表情很滿足。鐵柱不理解，為什麼他的下面什麼都沒有。這時對講機裡傳出神秘人的聲音，要求他們3人在不露出水面的情況下，游到對面再游回來，用時最短的那位獎勵1000美刀。如花表示他先來，他準備好姿勢，在游出去的同時也開始了計時。如花的速度很快，碰到對面的牆壁後又火速往回趕，在20秒的時候回到了小房子。這個成績如花很滿意。接着輪到綠毛了，他擺好姿勢，深吸一口氣就衝了出去。綠毛的游泳姿勢並沒有影響他，只用了22秒就游了回來，然後趕緊吸了幾口氧氣。接着輪到鐵柱了，他吸了一口氧氣，隨後就衝了出去。他像一隻青蛙一樣游泳，速度很快，在15秒的時候就來到了門口，但是如花卻關上了門。他在外面使勁敲着，然後趁如花不注意，趕緊衝了進來。這丫頭是想要把鐵柱憋死嗎？在如花的干擾下，鐵柱的成績是30秒，所以如花贏得了1000美刀。時間已經過去了2個小時，想想那高額的獎金，3個人義無反顧的在水房子裡堅持着。6個小時後，綠毛大口大口的喘着氣，表示很難受，但是想到獎金，他又有了動力。9個小時後，鐵柱提出現在退出的會拿到5000美刀。在一旁難受的綠毛果斷選擇了退出，然後就游上了水面，使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。但是綠毛這小子太壞，竟然切斷了裡面的氧氣，沒有了氧氣，
他們可以堅持多久呢？這時水位也開始升高，很快就達到如花的嘴巴處。這麼小的空間，加上水位的升高，2個人只能抬高頭呼吸僅有的一點氧氣。但是很快如花就堅持不住了，選擇放棄了比賽。鐵柱贏得了最後的勝利。節目最後提醒大家，危險動作請勿模仿哦。下一個挑戰，水下呼吸。小伙挑戰在水下騎自行車，他能正常行駛嗎？而如花卻認為靈活的溜冰鞋肯定可以。綠毛表示不敢苟同，然後拿出了擅長的滑板車，誰能穿過這片泳池就能贏到1000美金。鐵柱騎着自行車一頭扎進了水裡，才發現浮力太大，車轱辘不能着地，於是把2個啞鈴綁在了車身上，再次下水嘗試。這次車子沉了下去，鐵柱迫不及待地往前騎行，到達深水區時，車子順着坡道往前移動，他的2隻腳輕飄飄的，好像沒什麼用。鐵柱覺得不滿意，把一個10斤重的背包背在身上繼續嘗試。這次他的腳終於能動了，水的阻力讓他騎得很緩慢，但還是晃晃悠悠地到達了終點。沒想到在水下也可以騎自行車，你他娘的還真是個天才！輪到綠毛的滑板車了，而如花卻不受控制地滑進了水裡。看他這麼着急，還是他先來吧。如花準備背上10斤重的背包，卻不小心被帶進了池底。這包也太不自量力了，我100多斤的體重還能讓你帶跑偏了？他踩着溜冰鞋開始往前跑，腳下一滑又摔倒了，只好把背包放在了前面，保持好平衡才能往前走。他用手划着水流往前移动，溜冰鞋的轱辘好像动了，但他更像是在游泳。如花覺得已經很棒了，剩下的就交給評委打分吧。綠毛踩着滑板車閃亮登場，差點沒把自己淹死，還好戴了安全帽。他也在滑板上綁了一個槓鈴，但這次不是踩着，而是坐在上面隨波逐流。綠毛覺得很好玩，就像過山車一樣。我很好奇，明明在陸地上就能騎得很好，為什麼要去水下騎呢？難道他們那裡沒有吃大席的風俗嗎？這是一間連老鼠都害怕的房子，只要在裡面住上1天就能贏到1萬美刀。地板上是黏糊糊的膠水，冰箱裡的食物也可以拉絲，就連天花板都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，所有看到的一切都被涂滿了膠水。這麼魔性的房子，小伙能挑戰成功嗎？猴子看着陌生的房間，小手碰到的地方都是膠水，不但很黏，腳下還很滑，他只能一直移動保持平衡，這要是摔倒了，一身的猴毛可就保不住了。1個小時後，猴子打開冰箱找點吃的，裡面的食物也被塗上了膠水，好不容易拿出来1瓶油，再拿出1瓶可樂，手套就被粘壞了，这也太黏了，想喝可樂是不可能了。猴子準備做點飯吃，意外找到了备用的手套，他把食用油打開，只要塗在手上面，就能隔離開膠水，雙手果然舒服多了。他找到1顆雞蛋，把它粘在天花板上，下面再放一個平底鍋，不用雙手也可以開雞蛋了。雖然看着好玩，但這肯定不能吃，就連桌子上的水果也被灑滿了膠水。節目組告訴他，只要玩1次平衡板就能拿到食物，平常很容易完成的動作，在這裡竟然這麼難做。猴子試了好幾次都沒能站上去，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先把2隻腳放上去，再慢慢站起來，果然成功了。猴子得到了美味的食物，手上沾滿了膠水，還是直接上嘴巴。廁所裡面也有膠水，只是這紙巾應該怎麼用呢？吃飽喝足以後，猴子準備看會書，貼在牆上正好解放了雙手，就連灌籃的時候都不用擔心球會找不到。這麼黏的牆壁能不能粘住人呢？猴子自娛自樂玩得很開心，他把能扔的東西都粘在了牆上，竟然莫名的很解壓。再來一個俯卧撐，把他累得不行，衣服差點沒粘掉，實在太累了。剩下的時間他準備躺在沙發上，但是躺下容易起來難，算了，還是躺着吧。很快1天的時間結束了，這麼難的挑戰，猴子竟然成功了。封閉的大門打開，猴子激動地哭了，估計他再也不想看到膠水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如果讓你待在膠水房子裡，你最想幹什麼呢？這2個大小不一的箱子裡有2個人，誰先逃出來就會拿到10萬美金。大叔選擇了小箱子，黃毛選擇了大箱子。大箱子4周都是鐵皮，且只有1個窗口，外面還纏上了鐵鏈。小箱子4周則是木板，大叔在裡面轉個身都很困難。挑戰開始，主持人轉動羅盤為他們選擇了第1個工具，是2把鋸子。小箱子用小的，大箱子用大的。大叔看了一下鋸子，上面的齒痕來劃木板應該不錯。大叔試着來回滑動，真的劃出了一條深縫。再看黃毛那裡，這種鋸子滑動鐵皮時，只能留下刺耳的噪音，並沒有損壞一點。急得黃毛在裡面亂敲，外面的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。然後又轉動了羅盤，為他們選擇了第2個工具，是2把撬棍，還是一樣。大叔用小的，黃毛用大的。黃毛拿到撬棍以後，直接放進2片鐵皮的中間，使勁撬那塊連接起來的鐵皮。他一使勁真的撬掉了1顆螺絲，然後他挨着螺絲開始往下撬。在他的不懈努力下，連接的那塊鐵皮終於被他撬了下來。黃毛笑出了豬叫聲，接着他又開始去撬那塊大鐵皮。再看大叔這邊，他拿着撬棍在找撬點，
小箱子的邊緣沒有一點縫隙，他還是覺得從劃出來的身縫裡找突破口。他把撬棍塞進縫隙裡，試着撬了幾下，真的撬掉了一塊碎片。大叔很開心，繼續在老地方接着撬，又撬掉一大塊。但是木板的外面是一層鐵皮，大叔沒有停止，幾次發力以後，很快撬開了一個大缺口。再看黃毛那邊，那塊大鐵皮還是紋絲不動。外面的主持人已經為他們選擇了新工具，是2把鉗子。但是黃毛拿到鉗子以後卻丟在了地上，他還是覺得撬棍比較好用。他在鐵皮的周圍撬了個遍，終於可以將鐵皮撐起。然而大鐵皮的外面則是木板。黃毛用撬棍繼續撬，鏡頭回到大叔這裡，他用鉗子撕掉了一小塊鐵皮，然後配合着撬棍使用，終於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。這時主持人又為他們選擇了新工具，是2把錘子。大叔用小的，黃毛用大的。大叔拿到錘子以後，開始使勁砸鐵皮，再用撬棍撬開一個口，然後用鉗子撕掉周圍的鐵皮，通往外面的出口就出來了。但是外面還有很多鐵鏈和繩子，大叔決定先用鉗子夾斷周圍的鐵絲網，然後再用鋸子鋸斷鐵鏈和繩子。繩子很輕易就斷了，但是鐵鏈卻沒有一點損壞。他又繼續用錘子。再看黃毛這邊，外面的一層木板已經出現了縫隙，然後用撬棍破壞掉上面的加固螺絲，接着用腳撐住木板。這時一個大缺口出現了，他試着往前移動，慢慢從缺口處鑽了出來。黃毛成功逃脫了，而大叔現在卻只露出一個頭。恭喜黃毛挑戰成功！如果是你，會選擇大箱子還是小箱子呢？下一個100萬挑戰，從100層厚紙板裡逃脫。3個人同時藏起來，只要最後一個被找到，就可以贏得5萬獎金。隱藏的方式自由發揮。大叔決定藏在沙發裡，黃毛決定扮成假人模特，而老李則選擇與大地融為一體。藏身時間只有半個小時。老李找到一件棕色衣服，然後噴上膠水，再均勻地撒上些泥土，一件隱藏的衣服就做好了。再看大叔，竟然拆開了家裡的沙發，然後在坐墊上挖開一個口子，他把頭塞進去試了一下，大小正好合適，然後再把抱枕割開一個洞。做完这一步，他躺在沙發上，讓工作人員幫他整理好偽裝現場，接着再套上這個藍色的抱枕。還有最重要的一步，就是要把臉塗成和抱枕一樣的顏色。這一波操作下來，讓大叔很自信，情不自禁給自己打了滿分。再看黃毛這邊，已經穿上了假人模特的衣服，不得不說黃毛太有才了。當他不動時，和那些假人模特一模一樣，讓人很難發現。再看老李，已經把自己埋進了土裡，為了更加逼真，還特意在臉上撒了些泥土。3個人都已藏好，這邊的尋找人員大鬍子也收到了指令，他徑直來到了房間，開始仔細的尋找，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。大叔和黃毛2個人還在低聲聊着天，老李竟然在外面睡起了覺。看到大叔的表情，忽然想起一個動畫人物，你知道是誰嗎？大鬍子找了半天，在經過沙發時，拿掉上面的抱枕，竟然發現了一隻手，然後他趕緊去抓那隻手，直到把沙發推倒，才發現了大叔。他成功抓到一人，接着向黃毛那邊走去。他翻了翻黄毛下面的箱子，又翻了翻黃毛上面的箱子，就是没有發现黃毛。在找了一遍後，竟然離開了這裡。睡了一覺的老李醒來，發現周圍一點聲音也沒有。難道比賽結束了，把他忘記了嗎？當他喃喃自語時，忽然聽到了聲音，原來是大鬍子來到了外面。他找了下草叢，又找了下樹林，在老李的頭上經過了2次，都沒有發現他。在找了一圈無果後，他又火速跑回了房子裡，決定再仔細找一遍。很快來到假人模特那裡，挨個摸了一遍後，又摸了一下黃毛，這才發現了偽裝的黃毛。這時助手提供了一條線索，最後一人在外面。然後大鬍子趕緊跑到外面，仔細的尋找着。在上坡途中，忽然發現了埋在土裡的老李。堅持到最後的老李贏得了比賽。如果是你，你會裝扮成什麼呢？500斤的糖果中藏着一顆大鑽石，只要在1小時之內找到它，就能把鑽石帶回家。使用的工具只有一把鑿子。3個人輪流去開大糖果，把掉落的渣渣裝進木匣子裡。每次裝滿都會獲得新工具。1個人負責砸，2個人負責撿。很快木匣子就裝滿了一半。主持人拿來一把小刀，而他們卻想要掌櫃裡的大刀。主持人告訴他們，打開更多的糖果你才會得到它。他們只能繼續開採。時間過去了5分鐘，這麼大的糖果幾乎沒有縮小，但是嘎嘣脆的渣渣一直在掉落。他們不停地收集，眼看就要裝滿了。老王趕緊再添一塊。這次的工具有2個選擇，一邊是3把錘子，一邊是1把榔頭。他們果斷選擇了3把錘子，拿到手裡才發現竟然是橡膠錘，砸在糖果上就像在按摩。3個人朝着同一個目標發力，結果也是一樣的白搭。而主持人卻把木匣子換成了新的，洞口也變成了小的，大塊的糖果是進不去了，他們只能砸得碎一些。小黑砸碎糖果，老王和大壯2人往裡面裝，橡膠錘子幾乎一點作用也沒有，他們只能撿一些地上的渣渣，東拼西湊，終於把木匣子裝滿了。這次的新工具是1把榔頭，
鐵榔頭果然很好使，差一點把撿糖果的小黑砸懵了，估計是他太黑了，大壯還以為是巧克力呢。時間過去了15分鐘，大糖果的邊緣被砸開了很多，他們又裝滿了一個木匣子，新工具就藏在保險箱裡，想拿到只能去開保險箱。鐵質的大門非常結實，他們使勁砸都砸不開。大壯很快想到可以用榔頭的羊角撬開鐵皮，周圍的釘子釘得很結實。大壯別開上下幾顆釘子，把鐵皮砸扁，裡面是一層木板，還好不是很厚。大壯很快就砸開一個洞口，老王的小手伸進去，拿出來一個鐵疙瘩，不知道叫什麼名字，砸在糖果上還挺好使，碎塊嘩嘩的往下掉，必須加工碎一些才能裝進木匣子裡。時間還剩下30分鐘，大糖果被砸開了1/5。等木匣子裝滿，主持人又拿来了新工具，糖果做的手套。用糖果砸糖果，你是在比誰更甜吗？家伙看着是很大，却起不到什麼作用，很輕易就被用壞了，而主持人卻一點也不心疼。看來他是故意拖延時間，但是靠着撿地上的碎屑，他們再次裝滿了木匣子。新工具是一個棒球棍，大壯只砸了一下，雙手就被震得發麻。老王接過來繼續砸，大壯只能去裝木匣子。3個人的完美合作，很快又裝滿了木匣子。這次的工具是一把镐頭，用來開採糖果特別好使。時間還剩下20分鐘，大壯和小黑輪流去砸，老王馬不停蹄地收集碎屑。時間已經不多了，他希望可以拿到更厲害的工具。只剩下15分鐘了，木匣子再次裝滿，主持人拿來了雷神的錘子，大壯竟然拿不動，老王很輕易就舉了起来。怎麼還挑人呢？原來錘子是假的。接下來主持人讓他們自己選工具，小木牌滾到哪裡就選哪個。老王的運氣不太好，他選到了橡膠錘，小黑選到了大錘子，大壯選到了鐵疙瘩。老王決定收集碎屑，讓小黑和大壯2人砸糖果。時間在1分1秒的消失，小黑使出了全力，糖果被砸開了一半，老王也裝滿了木匣子，工具立馬升級了。他戴上頭盔，揮舞着手中的大斧子，一邊錘子一邊斧子。大壯顯得格格不入，老王見狀直接砸開了展櫃，拿出裡面的雙刀。大壯又恢復了自信，地上掉落的糖果越來越多。3個人一起去裝木匣子，果然人多力量大，他們很快就装滿了。這次的工具是一把大镐頭，拿到了趁手的工具，大壯更加賣力了。但是時間只剩下2分鐘了，糖果被砸開了一大半，還沒有找到鑽石，他們能挑戰成功嗎？3個人輪流去砸，一刻也沒有停歇。時間只剩下1分鐘了，大壯的镐頭垂直往下砸，只聽見嘣的一聲，他砸到了玻璃蓋子，掀開一看，露出了裡面的大鑽石。他們挑戰成功了，找到了大鑽石，3個人将一起平分獎勵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什麼工具才能快速打開呢？3噸的混凝土裡有一顆大鑽石，誰先拿到它就有100萬獎金。這裡面還有很多小鑽石，一個藍色的重量有1克，一個綠色的有5克，一個紅色的有10克。收集到的鑽石到達一定重量時，可以購買新的工具。這次節目組只做了2塊混凝土，介於2個人的力氣沒有1個人的大。大壯選擇自己用1塊，而四眼和老王合用1塊，但是他們的成績是分開的，所以想要拿到100萬獎金還是要靠自己。開局的工具每人1把榔頭，3個人都在圍着石塊的邊緣敲擊，果然有稜角的地方容易破碎。大壯很快得到了4顆藍色鑽石，他趕緊去找主持人兌換，但是主持人告訴他還差1顆，不得已他又回到石塊那，用嘴巴狠狠地咬下來1顆，重量達到5克，他可以兌換新工具了。大壯選擇了棒球棍，主持人告訴他，鑽石的重量是累積的，但是你必須得到1顆綠鑽石，才可以解鎖下一個工具。大壯拿着棒球棍使勁砸向石塊，大壯試了幾次，那棒球棍沒有一點破壞力，還是選擇了接着用榔頭。這時老王也前來購買新工具，主持人扔掉損壞的藍鑽石，正好還剩下5顆。老王說想要那個鐵球，主持人拿給了他。這時四眼也跑了過來，丟進去2顆，主持人又給他拿了出來，他又放了進去。好吧，先存在這裡，但你還差3顆才能解鎖新工具。然後四眼趕緊回去敲擊石塊，四眼拿着榔頭使勁敲打石塊，很快拿到了3顆藍鑽石，加上之前的2顆，他也可以兌換新工具了。四眼說想要鐵球，老王只好讓他先用。他拿着鐵球就開始砸石塊，再試了幾次後，真的砸掉了一大塊，還得到了1顆綠鑽石。他趕緊拿到主持人那，重量達到10克，可以兌換新工具了。他選擇了1把斧子，然後接着用斧子砍石塊。老王也學着四眼用鐵球撞擊石塊，來回幾次，他也拿到了1個綠鑽石，兌換了新工具斧子。他在邊緣砍來砍去，又發現了1顆綠鑽石，於是他拿起斧子和榔头一起敲擊石塊，不一會就拿到了第2顆綠鑽石。但他並不能解鎖新工具，因為沒有到達25克，他需要繼續努力。這邊大壯也拿到了斧子，並且還發現了1顆紅色鑽石，他在邊緣小心翼翼地敲打，
並不想弄壞這第一顆紅色鑽石。眼看露出的地方越來越多，大壯加快了速度，很快就拿出了那顆紅色鑽石，再加上一顆綠鑽石，讓他成功解鎖了新工具。大壯选擇了重達20磅的大錘子，連主持人都表示這也太重了。大壯拿到斧子之後更加的賣力，一巴使下去，竟然得到了2顆綠鑽石。大壯決定加快速度。看到大壯解鎖了新工具，四眼也着急了，他用斧子使勁敲打石塊，也拿到了3顆綠鑽石，重量一下達到25克，也解鎖了新工具。他選擇了一把镐头，一镐头下去，碎塊到處飛，一不小心竟然砸碎了一顆紅寶石，連主持人都覺得可惜。再看大壯這邊，他已經使出了洪荒之力，那大錘子一下也沒有停歇，很快又得到2顆鑽石，再拿到1顆紅鑽石，就可以解鎖最後的工具。他接着敲打石塊，就那麼幾下又得到1顆紅鑽石，而且完好無損，重量一下達到了50克，解鎖了新工具電鑽。有了這個神器，看來答案很快揭曉。再看四眼那邊，看到大壯在使用電鑽，已經顧不得再分你我了，他們決定一起拿鑽石。2個人也很快達到了50克，他們也選擇用電鑽。介於2人都有電鑽的使用權，所以每人只能使用1分鐘。輪到老王使用電鑽了，現在開始不再尋找小鑽石，他們的目標只有那顆大鑽石。很快1分鐘時間一到，電鑽又再一次回到了大壯手裡。大壯的蠻力在這一刻派上了大用場，他用電鑽把周圍的混凝土弄掉，不一會的時間就成功拿到了那顆大鑽石。早就告訴四眼他們，2個人的力氣哪有1個人的大，他們非不聽。恭喜大壯贏得了100萬大獎。如果是你，你會選擇用什麼工具呢？500斤的破壞球能不能砸開10層的防彈玻璃？3位小伙冒險挑戰，誰的工具能全部砸開就能贏到獎金，但是必須要使用对手選的工具。丹尼善解人意，為傑克選擇了可愛的小蘋果。比賽才剛開始就這麼內捲嗎？傑克還是使出了全力，結果被玻璃吃的連渣都不剩。他為喬治選擇了冰凍的水晶球，貌似和蘋果差不多，然後用力一扔，一點破壞力也沒有。丹尼的工具是一部手機，用來砸核桃還不錯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對付玻璃。手機表示很無奈。傑克這次的工具是一個標槍，他向前2步直接扔出，標槍被彈飛了，但是卻留下了傷痕。他們終於看到了一絲希望。輪到喬治了，他的工具是一個扳手，砸在玻璃上沒有一點痕跡。喬治不敢相信，這麼結實的玻璃哪裡生產的？他為丹尼選擇了小鐵球。哇！實心的鐵球竟然砸裂了第1層，丹尼很開心，但是想要全部砸開還是非常困難。他們決定把工具拿到50米的鐵塔上，利用高處的壓力重重一擊，或許可以砸開它。節目組把玻璃增加了5層。傑克從高空丟下南瓜，正好落在了玻璃上，南瓜碎成了渣渣，玻璃也出現了新的裂痕。乘勝追擊，傑克繼續丟下32斤的橡皮球，重力在空中翻了1倍，玻璃也被砸裂了，但是卻沒有傷到最後1層。沒有關係，傑克還有一件工具，他把銅製的大鐵球從高空扔下，正中玻璃的中心，看起來好像是砸穿了，沒想到玻璃竟然還有彈性，凹下去一塊並沒有砸穿。輪到喬治了，他扔下來一個冬瓜，玻璃完好無損，冬瓜碎成了紅渣渣，接着扔下正方形的大鐵塊，但是只砸裂了第1層，手上還有一個烏立方體。喬治繼續扔下，還是沒能砸穿防彈玻璃。輪到丹尼了，他的第1個工具不小心弄壞了，完全不能使用。第2個工具卻沒有擊中目標，只剩下最後一個了。這一次調整好角度，迅速撒手，砸中了玻璃，卻沒有砸穿。主持人認為傑克的工具對玻璃傷害最大，所以他可以使用破壞球，玻璃也增加到了10層。你覺得他能挑戰成功嗎？傑克毫不猶豫地解開繩子，破壞球急速落下，重重地砸在玻璃上，直接就砸穿了10層的防彈玻璃。看來破壞球不愧是破壞球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覺得什麼東西可以扛住破壞球的重擊呢？500斤的胖子能不能打開10層的防彈玻璃？只要全部打開就能贏到1萬美金。胖子高大又威猛，而防彈玻璃不是一般的結實，他能挑戰成功嗎？第1層是糖果做的玻璃，大胖直接扔出保齡球，很輕易就砸開了第1層，這也太簡單了，連小明都覺得不可思議。而第2層他就不這麼想了，難度明顯升級，保齡球扔出去直接彈了回来，大胖沉重的身體撞在上面，兩邊的塔槽出現了縫隙，再使勁一推，整塊玻璃就被拆掉了。大胖不光有力氣，竟然還有腦子。接着去開第3層，小明讓他穿上连體衣就會提供一把斧子，大胖欣然接受，拿到斧子以後就開始砸玻璃，只砸了一下玻璃就碎了。小明不敢相信，肯定是節目組搞錯了吧。他搶過斧子試了下，亞克力材質的玻璃確實很容易打開，不得不說大胖很幸運。他繼續去開第4層，小明提議比賽掰手腕，只要贏了他，
這一層他去開，你這不是明摆着想幹活嗎？那就成全你。小明用上2只手都沒有贏，他輸得心服口服，抱起桌子砸向玻璃，一下就被砸開了。這一层大胖没有動手就過關了。第5层是坚硬的鋼化玻璃，小明繼續發起挑戰，只要在拔河比賽中贏了他們，就能得到2件工具。2個人的體重加一塊都沒有大胖重，所以這種比賽簡直自取其辱。但是中間的紅繩好像偏離了軌道，大胖着急了，他一腳蹬在木頭上，使出了全身的力氣，瘦子2人阻力马打回了原形，被拉得來回扑腾，毫無还手之力。大胖拿到了新工具，輕輕敲了一下玻璃，立馬就碎了一地。什麼鬼？這也太玻璃心了！仔細一看，裡面還有1層，這才是真正的主角。大胖換了一把錘子繼續砸，這一層特別結實。小明希望能拖住大胖，不想讓他挑戰成功。尷尬的小明只想找個地缝。第6層是安全玻璃，而且還是3層。大胖拿起叉子就扎了下去，出现了很多裂紋，但是玻璃卻沒有碎下來，直到把玻璃扎透，也絲毫沒有掉下來一塊。他只能用叉子別開外面的1層，接着用镐頭打開第2層，打開第3層就容易多了。這種玻璃竟然不會碎開，只能慢慢拆掉。闖過這一關，大胖終於來到了最後1層。這一層是防彈玻璃製成，只要打開它就能拿到獎金。大胖的工具也換成了大錘子，砸在玻璃上一點痕跡也沒有留下，只是這間房子一直在搖晃。小明擔心他会把房子拆了，於是助他一臂之力，在燒過的地方繼續砸，玻璃依然紋絲不動，只是那面牆壁顫顫巍巍的，眼看就要散架。大胖也沒有心軟，他繼續使勁砸，不知道是房子先倒還是玻璃先開，他累得滿頭大汗。小明幫他脫掉了連體衣，就好像烏龜丟掉了王八殼。大胖又恢復了自信。玻璃沒有打開，房子卻被他拆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你們覺得大胖是贏了還是沒贏？小伙買了10塊彩色的大玻璃，花花腸子果然不結實。老二買了10塊透明的玻璃。如果想要全部砸碎，用什麼工具才能成功呢？傑瑞找到一個沉重的橡皮球，然後用力丟出，砸碎了3塊大玻璃。老二在樹下撿到一顆椰子，只砸碎了2塊玻璃，椰子也被砸成了椰汁。老大買了一顆大菠蘿，這麼重的菠蘿只砸碎了1塊玻璃，他也太笨了。傑瑞從冰箱裡找到一顆冰球，凍得邦邦硬，但是扔出去只砸碎了1塊玻璃。老二在馬路上撿到一瓶過期的番茄醬，他想都沒想直接扔出，只砸碎了1塊玻璃，還濺了傑瑞一身的大醬。老大買了一個發芽的土豆，使勁扔出去只砸碎了1塊玻璃，這麼硬的土豆子還是不行。傑瑞找到一顆不小心摔倒的熟雞蛋，既然不能吃，那也不能浪費。他撿起破裂的雞蛋扔向玻璃，只剩下蛋黃的雞蛋糊在了玻璃上，摳都摳不下來。老二撿到一顆銀質的鐵球，瞄準目標用力扔出，鐵球穿過重重的玻璃到達盡頭，驚豔地畫出一條直線。老二竟然砸碎了全部的玻璃，老大猶如醍醐灌頂，趕緊買來一顆純鐵的鋼球。他自信滿滿，他能全部砸碎嗎？实心的鋼球勇往直前，穿過一層一層的玻璃，老大也砸碎了全部的玻璃，只剩下傑瑞沒有挑戰成功了。他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不是雞腿就是生菜，並沒有好用的工具。節目組只好拿出了穿雲箭，聽說它的射程又快又狠，不知道能不能对付10塊大玻璃。傑瑞擺好姿勢，拉緊箭弦，弓箭穿過3層玻璃就被卡住了，可能是體積太小，摩擦力太大，發揮不出作用。你認為還有什麼工具可以砸碎這10塊玻璃呢？玻璃箱子裡有一根大金條，只要有本事拿出來，就能把它帶回家。金條的重量有14斤，寬度為78毫米，而唯一的出口只有85毫米，手伸直可以輕鬆進入。拿上金條還能不能出來呢？參加比賽的有7個人，挑戰時間為5分鐘，他們同時把手伸了進去。這麼大的金條特別重，單手拿起來就很費勁，更何況出口只有1只手的空間，用什麼方法才能拿出來呢？而黃毛卻表示，他用30秒就可以拿出来。這麼自信嗎？只見他捏着金條的頭部往外扯，露出一點時換另一只手抓住，再趁機騰空右手，金條正好可以穿過洞口。黃毛竟然拿了出來，就算硌得手疼也值了。其他人也在想办法，左手右手試了一遍，才發現2只手原來一樣大。老李好像找到了方法，手指頭捏着金條就這樣拿了出去。看來不光要手有力，手指頭也得練練腹肌。老李也贏到了大金條。另一邊的猴子一直在嘗試同一種方法，把金條貼在手腕處，能不能直接拉出來？但是他好像忘了，
手腕再細也沒有手指頭小。再看老王，單手拿起來就很費勁，更別說拿出來了。其他兩位也很焦躁，一直找不到好方法。老張好像很有希望，他咬牙忍住手指頭擠得生疼，終於拿了出来。看來男人還是要对自己狠一點。老張也拿到了金條，剩下的4位拿不出金條，也不捨得放棄。這時時間還剩下2分鐘，他們決定再拼一下，但是這也太疼了。老王氣得砸箱子，眼看時間就快要到了，你有什麼好辦法幫助他們嗎？這時5分鐘已到，他們只能停止了挑戰。看着很容易，做起來咋就那麼难呢？如果是你，能不能拿出來呢？玻璃箱子里有1萬美金和幾條金鏈子，誰先打開它就是誰的。打開的方式自由發揮，工具隨意使用，只要打開它，獎金帶回家。3個男人準備了20多種工具，準備在3招之內打開它。首先出手的是鐵柱，他拿着腳踏車就開始砸箱子，試了幾下，箱子完好無損，腳踏車卻受傷了。看來這個箱子比想象中結實很多。接着傑瑞拿了一把鋸子，試圖鋸開它，但是卻只鋸掉了一個小角角。傑瑞表示箱子很硬。湯姆此時已經爬上了梯子，他手裡拿着大鐵球，把它從高空扔下，卻被箱子彈飛了出去。再看箱子，還是完好無損。大鐵球雖然很重，但是玻璃箱子並不服它。鐵柱又拿來了大錘子，使出渾身的力氣，連續錘了幾下，箱子一點事沒有，他倒累壞了。然後傑瑞接過大錘子，繼續砸，箱子的彈性瞬間把錘子彈開，不管他怎麼砸，箱子還是紋絲不動。接着湯姆拿來了一把斧子，瞄準目標，再使出重重一斧，這次還有點反應，箱子上留下了一道斧印。傑瑞見狀，趕緊接過斧子，他想搶先一步打開箱子，沒想到使勁砸了2斧子，也僅僅是留下2道痕跡。他把箱子豎起，側面明顯可以看到箱子有10層左右，從這裡砍下去，或許是個突破口。傑瑞覺得說的有道理，看來傑瑞的理解能力有限。鐵柱接過斧子，朝着側面重重一擊，真的砸開了一條小縫。然後他翻過來一看，正面還震開了一條裂縫。鐵柱很激動，繼續揮舞着手中的斧子，連續砸了2下，開始對正面發起攻擊。看着那裂縫開始變大，他又一使勁，竟然真的砸出了一個口子。鐵柱激動壞了，他拿出裡面的馬內和大金鏈子。湯姆和傑瑞只能在旁邊看着。如果是你，會選擇用什麼工具呢？而他們3人並不想止步於此，只要打破下一個玻璃箱子，就可以拿到10萬美金。裝甲坦克遇到鋼化玻璃哪個更結實？在這個玻璃箱子裡裝着10萬美刀，只要打開它，隨你怎麼花。鐵柱和幾個朋友拿着工具砸了幾次，卻連一點痕跡也沒有。顯然這不是普通的鋼化玻璃。如花提議，重達2噸的悍馬可以一試。鐵柱覺得有道理，於是他們把悍馬開了出來，然後筆直的壓了上去，來回碾壓了2次，還是一點痕跡也沒有。那麼什麼東西比悍馬還要重？3個人都想到了坦克，於是他們開着坦克來到了野外。鐵柱提議先用機槍試一試，看看子彈的硬度能否擊穿鋼化玻璃呢？他迫不及待地開了幾槍，基本都射到了外面，只有最後一槍精準地打在了箱子上。他高興地趕緊跑過去查看，上面只有3個子彈留下來的凹槽，還是不能打開它。這個箱子比想象中結實很多。如花也想要試一下，但是他的槍法太好了，除了箱子，子彈全部打在了周圍的泥土上。接着又換了一把机槍，這次加上小王的精準槍法，打出去的子彈全都卡在了箱子上，邊緣處還出現了裂縫。雖然出現了轉機，但是箱子裡的馬內夠他們揮霍子彈的嗎？然後鐵柱又使出了杀手鐧，卻完美的避開了箱子。這時小王提議，利用坦克的重量壓一下箱子會怎麼樣？鐵柱覺得有道理，於是他們把箱子放在坦克的車輪下面，但是下面的土地是軟的，受重的力度也会減少很多。他們又往箱子下面放了很多石塊，然後再讓坦克壓一次。這次坦克經過時，可以清楚地聽見箱子的咯吱聲。等他們過去查看時，發現下面的玻璃碎了一大片。他們終於打開了箱子，拿出了裡面的10萬美刀。如果是你，會用什麼方式打開鋼化玻璃呢？下一個挑戰，用一種顏色捉迷藏。